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持续透过不同的平台来欣赏2025年 AB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那在下午的第3站呢，就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了，因为将是我们台湾的2队呢，庄子琳以及胡晨刚呢，要来面对卡达1队呢所带来的挑战。那这场比赛呢，依旧会是在我们的这个主场地那这次的比赛地点呢，就是在大鹏湾的这个青州滨海游憩区里面。这边呢，一共是有这个6个场地所以观众朋友呢，在这段期间，因为一共从17号到20号为期4天的比赛呢，如果在这个南部的这个喜爱排球的朋友呢，其实有时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现场来欣赏比赛。没有时间也可以透过我们网络的现场直播呢，来看看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高手他们之间的较量。这场比赛还是为您邀请到的是郭川荣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对，好，那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向现场，因为已经要开始介绍呢本场比赛的2支队伍的参赛名单。第19场次比赛由卡达队出战中华队。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atch Number 19, Qatar vs Chinese Taipei.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Amnatar Supanawon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Liu Renhao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卡达队 Team Qatar. Number 1, Saf. Number 2, Mahmoud. 接着介绍中华台北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 庄子琳。Number 2, 胡晨刚。好，子琳以及陈刚在前面的一场比赛呢，其实是面对这个泰国3队的团队。那这场比赛呢，要来面对卡达的这个队伍卡达1队。那在卡达的这个团队呢，2名参赛球员其实都有一点年纪了。刚好呢，他们的队员就坐在我跟老师的转播台的旁边。那也询问了，其实2名球员大概就是在39岁、40岁的这个区间。虽然年纪比较长，但是他们拥有较高的身材。是。所以完全呢，跟上午的这个对战组合是截然不同。我希望中华队呢。这一组呢是新组合，那在国际赛面是比较少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用你的年轻的好胜去跟他们拼看看。嗯哼。卡达这2队身高其实蛮高的。对对，所以在上午的这个庄子琳以及胡晨刚面对到当时泰国的这个这个 Rawid 呢，哇，还记得当时这个2号的小钢炮真的让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中华队是吃足了苦头。但现在换了不同类型的团队因为泰国可能是属于比较短小精干类型的，但现在卡达是2名常人呢同时在场上。是，然后相对年龄较高的话，看我们用体力来跟他们较劲。对。所以老师，如果就是您在担任教练也有非常多年的经验，所以如果是面对这样2个常人的类型的组合是您在赛前会拟定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其实我们会去先试试看针对，假设没有对过的话，或是没有看过他的影片，我们去一个先试，
或是看他平常热身的攻击去做判断。我们等一下要发谁吃谁，或是吃2个都不行的话，就是找发点这样子。是，对。因为这种比赛的影片啊，对，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找，不像国外的这种篮球啊、棒球的赛事啊，其实都有比较完整的这个直播。所以像透过我们这次的转播，就非常这种画面就非常的珍贵了。我想中华队是一直在针对2号针对1号去做攻势那陈刚刚连续2颗非常漂亮如果可以的话，就继续发给他。虽然对方的身材较高大，但是呢，我们又有较好的这个机动性，目前也取得了1分的领先。一样给他慢一点跳。哇，其实比较标准的就是像陈刚这样拦网，等他仰头要攻击的时候再去做拦网的攻势，这样比较容易抓到小球跟拦到强球。哇，好球！哇，这个拦网的成功率现在非常高。没事，这一颗打回来就好。看起来2号的 Markma 是移动的能力可能比他的队友再稍好一些些。还有，哇！现在这场比赛呢，就是看跳得高的比较强啊，还是长得高的比较厉害啊。哇，这一颗球没有举到位，陈刚没有踩到位去做攻击。对，看得出来陈刚是想要去做一些变线的进攻。是，可是他的球已经离他很远，没办法去做变线。好，完成第1步，接发举球上来攻击，哦哟，直接打到一堵墙啊！是。太单调了观众已经说叫他打1位了。对，他可能会打2号或打背后。对，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场边的观众席啊，我们的转播台就在观众席上面。然后这整个观众席里面也是卧虎藏龙啊，因为有许多比赛的选手，还有我们中华队的选手都在关注这场比赛。好，越过了防守线，好球！这个放得漂亮。对，打猛不如打巧啊。对。他放在这个点其实是拦网很远，跟防守也是很远的地方。陈刚的发球没有能够发在界内，他想要拼边线。所以看得出来呢，子琳跟陈刚在赛前呢，应该是有做一些的这个策略的设定啦。然后，当然你策略设定好了，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执行。执行有没有成功？对。但总比没有想法的好。没错。对。那现在就是慢慢来做调整，2分的落差其实并不大。陈刚要撑住，人家针对他了。好，机会来了，2个人，哇，哎呦，现在看起来长得高的比较吃香一点。现在我们中华队举球是顺风会吹进来，你不能举好球，你举好球刚好吹进去靠网。靠网就比较好拦阻了。对。哇！其实你发现得到，这个刚才2号的这个 Markma， 他的反应也很快。是。就说并没有靠近网的时候，他马上就退网来做防守。而且人高就是要是挡起来。也是，因为毕竟都已经达到39、40岁，绝对有不少的经验。对。虽然他们目前累积的积分呢是不到1000分，在这一次呢，所有24支的参赛队伍啊，其实就是能够排在11名，绝对是有实力的。是。好，刚才女生呢有住1楼半、住2楼的，这2位应该可能是住2楼半、3楼的邻居啊。是。
其实你打沙排打到一个年纪的话，哎，这一颗球可以守到，这一颗球守不到。有时候会取决你，哎，我这一颗真的救不到，我就不要再冲，浪费力气。所以要省力，因为毕竟沙排没有替补人员。对。因为在上午的比赛也有听说，有日本的这个代表队的成员啊，也有这个出现受伤的情况。并没有接好。是这个球打得比较深啊，有压迫到，那造成他防守失误。对，要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是。因为两位老将啊，可能在高度上面没什么问题，可能反应上呢会比较是他们的等于是比较弱势的地方。但是刚刚这一颗已经举得超开了，你看他的手感拍了，刚好在后场，直接落在3不管地带。其实沙排的话，我们都基本上你打到一个年纪的话，就会找时间休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包括训练上，包括到赛程的安排上，因为其实很多的比赛如果你的积分够，你是有选择权的啦。对了，就是说，当然前面在练功打怪的时候是打越多比赛越好，但当你到了一个等级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慢慢去安排你的行程表啊，什么时间我要参加这个比赛，什么时间我要来休息。那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说，就没有什么挑选的本钱，就是多打就对了。对。不过这边就说，在沙滩排球，当然也是还对身高一定有一定的要求。是。那是不是会身高较好的这种组合，或是单一个选手来看，其实他们的这个排球的生命会比较长吗？身高的话当然是最好啦。那你在后防这一个人的身高如果够高，防守的话也是一个挑战。对。因为像现在卡达的这对搭档看起来身高，他们是轮流拦，不是就是专一的拦网。是，如果发球硬要上去拦网，这样是很耗体力的。我想，因为他们经验够嘛，因为可能年纪上不可能我一个人就是专门拦网这样子，可以会轮流这样子。对，所以我刚才要询问老师的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搭配上啊，因为老师也过去也带我们的中华队，就说第一个。如果人员够的情况底下，会怎么样？是一个高的搭一个比较没有这么高的，还是能够直接出2个高的，当然是最佳的组合。当然了。久攻不下，哎呀，这个就是身高的。对，比较吃力。对。因为你不想要去走对方拦阻的路径的话，那走其他的路线，空间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小一点。是。哇，这个分数稍稍被拉开了，有6分差。好，接发没问题。是，哇，高级动作。对，这也算是有一点点假动作啊。其实这个动作是瑞士那一队，几乎都是打突破。哇，这个杀球真的也是很精准，直接都在 corner 的位置上，而且还蛮深的，刚好在底线。对，就在底掌的 corner 位置，这也不好守。对。稍微修正。好。他这一颗有一点的面向直线了，所以你再切回来一定奥赛。你要面向对角，然后再切回来直线。对。这就是直接朝人强攻了啦。对，就拼了。对。在分数落后的时候呢，也不是跟你讲道理的时刻。我就一颗告诉你，对，传达非常清楚的讯息，我们要勇敢大力的追分。是，但现在是有着6分的落后。第一局看起来是有点凶多吉少，因为对方现在已经拿到17分，距离21分已经非常接近了。刚讲完第18分到手。
发球没过网，分数的差距是有些大的。是。手一颗下来了，第二颗高掉到后面，可惜。这后防判断太慢了，因为那个卡达的左肩已经掉下来，他就会往直线打。看一下啊，在接棒上出现了失误。同样的球路，好，现在 set point 已经出现了，但7分的差距，这一局的有变化性可能不大。是。哇！直接越过陈刚的对陈刚的封阻线，哇，在第一局的分数发展上啊，是21比13。8分的差距，输掉了首局的比赛。我想中华队不要气馁哦，因为你们年轻哦，我想你的那个士气要再高昂一点，不要一直落后就没有什么气，那个想要跟他们较劲一下。对，其实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宝贵的经验。就场上的这种拼劲、热情、态度，对，其实这种。是年轻人应该要有的一个本钱啦，也可以试试看。嗯，毕竟卡达这一队是比较老有年纪的，他不会去浪费这些力气了。对，因为他们经验真的相当足。对，年轻的球员要敢拼敢冲。对，那方才老师也提到啊，这对组合呢，应该也是算重点培养的这个年轻的选手哦。好，第二局，卡拉这边率先发球。经过一局的较量，看在第二局的策略上面会怎么样来做改善。哦，还是稍慢了一步。对对对。基本上后防那一个他也没对应到，他要打直线，所以那个准备是慢了半拍。哇，接发没有接好。是。哇，哦，漂亮！哇，这一球太精彩了！年轻人，赞！在空中，是小拉一杆，突然改变了决定，把球推到后场去。对，他有看到前方他们的站位，所以他放那个点。这一颗他觉得他打硬赛，但是确实是奥赛，他在质疑。其实他是在找时间休息。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对，掏假波啊。对啊。就像打篮球的时候，以前韩国队都很爱蹲在地上，其实鞋带都没掉，但是故意绑鞋带，来争取一点休息时间啊。没错，像我们这个沙排也可以插眼镜。对。哇，非常近网，这个也处理得非常好。好，卡达也处理非常好。哇，没有做好，因为刚好真的就是在顺风边呢。对。
可惜。这一颗卡达，你看趴下去人就到，那身高蛮好的哦。偏高手长啊，就占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不过在目前的前面的7分结束之后啊，我们的台湾的中华队呢，还是能够紧咬比分，仅仅只有1分的差距。在前面一场呢，面对泰国的赛事啊，是17比21、15比21。那本届的赛会真的就是来这个打工练怪的这样。我想中华队的策略还是一样，一直发1号。那篮网防守要针对他的后防的话，我看他们的策略是守他的斜线抢球，陈刚是拦他的直线。嗯。哇，这其实他们的这个攻击打点，其实让这个子琳在后面啊是疲于奔命。是。小球没有放过网。对，这一颗有点开网，要放球要稍微有小弧度。这一颗要打平了，结果有一点错，那个时间没有搭好，刚好影响到对方的拦网哦。将错就错，干脆在空中拉一杆点到后面去。有哦，挡住了。哇，非常可惜，但这就是我们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虽然对，就是跟你拼了，虽然没有能够打过去，直接被拦回来，但我们还是喜欢这样子的拼劲跟气势。是 ，OK 的，OK 的。2分差。嗯。哦，好险。对方也想要抢快。是。送不太进去，这样不好打。哇，这金加博花德，因为主要是他们在往前啊，这种杀球的攻击又很不好守，但是现在开始一点点的前面打这个边边角角，打在深处的位置，其实命中率都高。所以整个覆盖可以说，整个攻击的覆盖范围也很全面，有虚攻有强攻。对。哇，又压在线上。哦，太极，好像是太极。他击到。对，好像是太极。OK。好，换这个角度来看。哦，的确是太极没错。对。目前卡达的这2人组合 ，Safe 跟 Mahma， 则是稳定的在控制着战局了。他就是很成熟，然后很稳定，然后也不慌不忙的在处理球。对。那现在中华队一样。第一个把球先接好，我们才有好的球可以打。嗯哼。现阶段从第1局的这个13比21结束之后呢，现在在第2局的比赛里面呢，好像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面对到这2名长人这种组合的类型了。对。
又怕杀，他放了这个血真的很刁钻。对，你用后防要冲到前面那个超远。因为其实你又怕斜角度攻进来，对他们也有强击。对，所以突然一下来一个虚攻，真的是应接不暇，真的没办法。好球，也还了一个小球回来。对。条条大路通罗马。分数没有真正的完全拉开，是。那现在也才刚好等于算是过了这个一半的分数，比赛还有的打。没错，刚讲完的就奉送1分，还有机会了。对对。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就对我们的团队越有利。对。哇啊，用意是非常好的，抓第一拍的进攻。他这一颗已经比较靠他的右前方，他没有踩到位，所以你要再转回来是不太可能。对，一定要踩到位才有办法处理。这就是先天上面的差距。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真的在后排真的要怎么样来守，要怎么样站位啊，好像怎么做都不对。其实你在防守的时候不能全部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执行要拦直线还是斜线，你就是确实去执行拦斜线这个来守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你前拦的话，好的话，其实你后防会很好守。比如说呢，我拦直线，他过我的手，我拦很高，他过我的手，那个时间就很长。然后你防守的几率就会比较容易。对，尤其也得看对手啊。那今天现在遇到这样对手的类型的话，那其实还不如不要三心，像老师讲，不要三心二意啊，就决定一个方向就好了。对啊，开大开小，这天注定这样子。而且卡达这一队他们的虚攻不会那个手肘掉下来，他是在上面这样下来，上面，所以他是从上面下来是很快的。如果我们是手肘放下来是往上打。那个时间就会有抛物线，抛物线的话，那时间就会比较久，防守就会比较容易。好，再回到比赛，小小的修正，哇，看起来是打过头了。而且这不仅仅我们刚刚在讲这个防守端啊，其实攻击端面对到的状况也差不多类似。也就是说，对方直接把你这个路线上面的都给第一线就先堵起来。对。OK， 好，这有 touch 到。好球。所以比赛发展至今呢，就对于这个子离以及陈刚来讲啊，就是说强攻的成功率其实没有这么的高。对。哇，很现在对想要稍微偏前一点点啊，马上又改变攻击的角度以及方式，非常沉稳哈，非常沉稳。你看，在后面慢慢的想要往前，因为已经被掉了好几颗了，又突然来一个斜线的强攻。是，哦，我们也回击一颗，还1分回来，返还1分回来。在自家的主场啊，就算输掉就是输了里子，面子不能输。对，刚好在边线上。哇哦！这个逮到了哈。对，等你很久了。对，他都一直拦直线，然后你直线来就是逮到了一中。
该是可以带来一些信心。再来一次哇！哎，好像他要拦直线，结果他跑去他的后场，所以两个人有沟通上面了哦。对，他刚刚是比陈刚是要拦直线，对。所以暗号也打错就对了。对。啊，这样你投变化球就来一颗快速直球，这样。对，陈刚这个打得不错哈。我就打他既要的方式 ，OK， 打到外侧手。对，这就是打技巧了。对。继续加油，还有机会。慢慢找到一些得分的模式。是。哇，终于默契上，因为我们一直在发1号，那2号的节奏都一直在举球，刚好这一颗刚好发到他们两个人的中间。有，先挡回来，有救到了，落点就好了。哇，没有狙号，没有狙号。哇！像这一颗，像其实我们在沙地打球的时候，很多动作都是要扑下去救球。扑下去救球的举球，这个其实要练。如果你举得好的话，你的得分率就会相对的高。那刚刚他扑下去救得很漂亮，结果没有举好，举过头了。对。这真的也还蛮吃临场反应的。是。就是说，你看到你的队友扑倒之后，但你要想要把这个攻击之后拉快，那当然就比较辛苦一点。然后怎么样坐在一个好的位置，然后让队友有余裕爬起来之后再救攻击位。哎，好像又暗号又打。好，我们再看。好，来到了两个人对看那个暗号。对。都在直线的位置上，就是放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档出来。哇，没有接好啊！假动作没有狙好，交给队友。对，哎，对方给机会哦，是有 touch 到吗？是。触网吗？是触网吗？还是受？哎，触网吗？他其实我刚刚看影片是他没有扭到啊，其实他抓时间休息。对，这是一个小技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时间拉得越长，对子林以及陈刚是更加的有利？所以他们坚持就是要一直吃1号。对，现在就是我们自己的耗他的体力，然后我们自己的节奏也要加快一点。这就是战场，兵不厌诈。对。还是很稳哈。把高射炮拿出来之后，这个地对空，空对地哈，是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没错。差2分哦，还有机会啊！先把一波顾好。19、16，现在应该是差3分。差3分。对。3分比较危险啦，因为对方也仅需要2分就可以拿下这一局，直落2。我们先想办法，这分能不能够攻下来？没有，挡得漂亮。尽力了，对方听牌，来到了 match point。哇，没有接好，这样一来比赛结束了。是，所以往好处看，在这2局呢，分数呢等于是循序渐进，从第1局的13分到第2局的16分，但最终还是让对手直落2的情况底下呢，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对于庄子琳呢以及胡晨刚来讲等于是连续输了2场比赛，那可能在接下来的
单循环赛事结束之后的16强的单败淘汰的阶段呢，可能就看不到这2位球员了。不过同样的，每一次看到我们台湾的代表队啊，在这场比赛就是确定，就算是没有办法晋级，但因为也机会非常难得。这一次呢，又是来到了大鹏湾这边啊，是过去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亚洲沙滩排球的分站的一个地点，然后有这么多的国家的好手啊，一共17个国家48支球队呢，在齐聚一堂来。我觉得不管是切磋还是这个共襄盛举上面呢，都是对球员来讲有绝对的帮助。好，那在待会呢会要来看到另外一个对战组合啦，那可能是这个接下来会看到越南这边呢要派出一个代表队，他们的对手呢也有点神秘哦，待会再来跟观众朋友介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的现场。